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传杨幂被曝规模组织旗下女艺人搞肉体交易，学生要不要执着学表演？老有人对学生说：“你看杨幂是北影毕业的，现在拍了什么电影电视剧，开了多少公司，多么的励志，要去学习这些演员，把他们当作偶像。”实际上我一直不知道为啥要学这些娱乐圈的明星。试问这些年围绕演艺圈的各种乱七八糟的绯闻多不多呢？而看到这条娱乐圈大 V 曝光出来的消息，某85后的已离婚的女艺人组织旗下女艺人进行肉体交易，这不就是传说中的某种鸟类所做的事情？这件事真的还是假的？我们来看看关于这条消息的瓜是啥样的。首先是个娱乐圈大 V 发的这条消息，在娱乐圈里造成了动荡，而他引用的内容来源于一个金融和法律界的博主，他写得很详细，说是牙签为了减刑立功，供述出了85后的女星，而这个女星以歌声极其难听和脚臭有名。歌声难听的女星不少，但是脚臭的肯定就指向杨幂了。有人说这是造谣，但是在思考真假之前，我想起了20年前上大学的时候碰到的一件事情。当时跟艺术系的女朋友说起来某个新闻系的女生，因为当初我们学校中文和新闻系在一起上课，结果女朋友说要我们远离此女。问及缘由，女朋友说此女经常在晚间给艺术系的宿舍打电话，问他们要不要做兼职。兼职内容那就是不可描述的事情了，连高校都是如此，到了社会上呢，大概只能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了。杨幂这个事情咱们分析看看。要知道她可一直主打正能量，甚至在很多学校中都做活动，让很多学生有非常好的感官。前几日杨幂和王俊凯被传两者之间有神秘的关系，双方的工作室纷纷出面辟谣。要知道两者相差12岁，而传说的事情王俊凯当时还没成年，杨幂也没有离婚。2月2日杨幂的工作室辟谣，2月3日就传出了杨幂组织旗下女艺人进行肉体交易的传闻，不知道是之前事情的延续还是新瓜。现在看事情到底有没有实锤，那就只要看未来杨幂的作品会不会被下架了。毕竟国内是不允许失德女艺人在公众面前再次上宣扬自己的。当然，这件事情也许有幕后的黑手，就是要把杨幂搞掉，并非没有这种可能。原因是杨幂接连被爆料，有点密集，有可能是有组织的要搞垮她。要知道杨幂在圈内的嘴也比较大，经常说些不该说的，譬如在节目上说我们这一行只要和导演睡上一觉，说不定明天就成为一线了。同时更为有趣的是，之前爆料此事的金融和法律界的博主已经被网友们扒出究竟是哪一位。好时代见证记录者。不过现在你去翻好时代见证记录者已经看不到这条信息，不知道是自行删除还是被平台删除了。如果这样想的话，那么娱乐圈水还挺混。花儿红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总会有人背后要搞黑它，要不然自家花盆里的花何时上位？这也是我一般不建议学生去考艺术的原因。很多学演艺的出路就那么几条，想上去就得付出很多东西。当然考艺术不用太高的文化分，很多人为了这个走上了这条道路，但是少男少女们却根本不知道艺术圈的这些内容，如果没人罩着，是真的要付出太多。从杨幂被爆的这事儿，我只能忠告各位有志于献身演艺事业的学生，如果你不是真的特别的貌美如花无美颜的情况，不是家里有矿或者本身家庭就掌握这个行业的资源，那么真的要慎重，
千万不要年少轻狂。甚至我个人以为生化环材4大天坑都要比学演艺强，学土木下工地也比演艺要实际。娱乐圈说到底是资本特别明显的一个圈子，你什么梦想之类的，基本难实现，1万人能火1个。张颂文都表演多少年了，都成为中年艺人才等来狂飙，这足以可见一斑。对于普通人而言，有美貌可以有点资本，但是显然比不过家里有矿的，而家里有矿的又显然比不过手里有资源的。那么怎么能实现梦想？草根艺人多了，每天混迹在横店的不计其数，但是草根艺人火的不就一个王宝强吗？时代早就变了，演艺圈不是靠努力和梦想就能成功，那些以此为名的综艺也不过是洗脑工具，而人到后来迟早会低头于吃饭。您说呢？